大家好，今天视频利用比特币周线这一张波浪趋势指标来跟家人们判断一下比特币下一次的买点，我们要怎么来观察，或者是这一个趋势指标里面在历史上穿零轴的位置它只有5次，那这一个穿零轴的位置里面藏着哪一些秘密，买点的位置我们要怎么来找？因为这几天比特币已经正式跌破了$29,000，或者等下来跟大家聊一下，就这几天看到的巴菲特、伯克希尔哈撒韦年度大会，有一个小女孩也是向他提问，美元有没有可能在失去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巴菲特估计也开始有一点转向，是不是在支持这个比特币？或者是最近也是有看到一些消息，美国有可能最快在6月1号就要爆发债务违约。那我等下来跟大家讲一下，其实年轻的一代尽量还是来这一个币圈做多为主，尽量少做空哦。为什么？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更多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这一张波浪趋势指标，是这样子哦，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历史上这个零轴的位置，它好像只有5次哦，只有5次穿零轴，特别是有进行过长达半年多筑底的区间，穿这个零轴的位置是很强的一个信号。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零轴的位置，就是现在已经是穿过零轴，因为朋友们都知道，很多指标不管是 KD 也好 RSI 也好，或者是威廉或者 MACD 都有一个很重要的零轴的一个多空平衡区，零上方就是一个多方区，零下方就是一个空方区。那上一次有跟大家讲，一般在这一个负50到60的下方，有可能底部就是底部，因为历史上19年这个位置也是穿过负60下方，底部就是底部。然后这个位置22年也是一样，底部我个人是觉得绝对就是一个底部，还有很多人看空。那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看空的朋友，尽量看还有没有压回的点位，点位要怎么来找？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2020年的这个位置，它这边不是穿零轴嘛？穿零轴前面其实这个区间也算是一个整理接近半年多的一个区间。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穿零轴的位置是在哪一根？大约就是在这个区间啊，有没有看到？就这个区间，因为这个位置不是穿过零轴嘛，就是对应的这个区间。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穿过零轴的这个位置是很重要的一个多空平衡区。它后面突破以后，洗盘是不是洗到这个高位，跌不下去？所以现在也是一样，我们可以看一下，就目前的位置，穿零轴的位置是在大约是在这个区间啊，就是这个区间。所以这个位置是很重要的一个多空平衡区。真的有在压回这个颈线吗？万一它真的再去25K，就是这个波浪趋势指标零轴的位置，在历史上是非常的巧妙。一般突破的这个点位，它后面是破不下去啊。我们可以看一下19年的这个位置，穿零轴的位置，大约也是在这个区间。它后面不是有压回来，是没有接近这个高原。不过后面有一个疫情的事件，是把这一个支撑也没破多少，下影线破下去，但是收盘是收在这个位置啊，也没看到，所以这个位置也是非常强的一个支撑，买点的位置啊，有可能会有这种恐慌的点位，求之不得，可能10年都遇不到一次啊。那么可以看一下，2015年也是一样，就是这个位置穿零轴是大约在这个区间，就是这一个分最高的一个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区间。它也是有压回一次，压的不是很明显，后面是在这个区间震荡，所以现在我个人观点，有可能也类似15年的整个牛市的形态，慢牛，然后整理一个100多天，接近200天，到时候有没有可能再上去，或是再整理，也是不排除啊。所以现在的形态也是一样，如果担心的朋友，也是跟大家讲的有一段时间，这个大头肩底的形态到底会不会测这条颈线？然后我们来聊一下，也就是这个小女孩是向巴菲特提问，目前美国债务是31万亿，而且是占整个 GDP 的125%。她在问美元在未来有没有可能失去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巴菲特也是承认在未来的某一天应该是会的，不过他也是讲有可能美联储也没办法掌控，因为美国那边货币体系美元发行的权利不是在
美联储是在美国的财政部。我个人观点，现在如果连股神都在转向，美元有可能会失去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就是朋友们尽量少去做空比特币因为你如果做空比特币，我个人观点就是等于你是在支持那一些法币，不管是美元也好，或者是人民币也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就是美国货币供应量 M2， 它是整个10年的时间，最近反而是有一点掉头。那么可以看一下10年的时间，在10年之前，它这个位置是接近10万亿出头，然后到整个2023年1月份，它10年的时间增长了10万亿左右。就这个2023年1月初的时候是21万亿美元那么可以看一下人民币的一个情况是更恐怖。之前不是有跟大家讲过，截止到2023年3月份，现在人民币 M2 的供应量是281万亿，等于是比上个月又多出了5、6、7、8万亿。那么可以看一下10年之前的它的整个 M2 的供应量，13年3月份或者2月份的时候，整个 M2 供应量只有100万亿。那我们去换算一下281万亿人民币，换算成美元的话，现在的一个 M2 供应量是40万亿美金。那如果是100万亿，10年之前人民币的储备大约是14万亿美元，所以等于是10年的时间，大陆是更恐怖比美国那边更恐怖。所以现在年轻的一代，很多人真的是被这些政府的货币给剥削到不行我个人观点是，你尽量不要去做空这个比特币，这一个数字货币就是跟政府的法币去作对的。你如果是在这边做空这一个比特币，等于是你在支持法币也好，美元还是人民币。所以我个人观点，尽量有压回的点位。我们看一下最近短线感觉是有一点偏空，日线的话它是这个位置有一个类似一个空方吞噬，昨天有跟大家讲，包括这一个均线是20跟50我昨天是说错了，它现在有一点开始要交叉，但是可能不一定会这么快就这样子差的开口这么大，有可能这个位置它也是均线会走偏。因为我们可以计算一下目前这一个比特币整理的周期，从这一根开始判断整理现在是51根了，51根，那针对这一个50的一个均线，就是这一条绿色，它有可能会走平，因为整个成本的区间全部都是在这个区间，是不是要继续震荡一段时间也是不排除。那短期的支撑位刚刚是有跟大家讲到，就是这一张图形周线里面它历史上一般像这种颈线突破的位置，这一次是还没有回踩周线里面，但是日线里面不确定是不是已经算是回踩。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比特币在很重要的底部19年这一个底部，当时突破完以后从来都没有回踩过这个颈线的支撑，它在周线里面没有。那么可以看一下日线里面有踩过这个支撑吗？也是没有。我们可以看一下日线里面当时突破的位置19年这个位置日线是没有踩，后面是等到黑天鹅事件疫情爆发的时候是重新踩了一次这个支撑。所以现在周线到底是会不会回踩我也不确定，因为日线也是有跟大家在判断，日线好像这个位置过的时候，就这一根上影线应该也算是第二根压回有踩过，或者第三根，这3根都是一个整理，一般整理的一个区间有可能就算是回踩，所以也是不排除到底是不是真的会在回踩这个位置嘛？那我们要细心观察一下日线的一些支撑位，我们可以判断一下重要的一个支撑位就是28.8K 这个高点，这个高点，这个高点，如果连到整个长线的低点位置，可以看一下长达1年多的几个低点的位置，2年多不是1年多，就这个低点跟这个低点是有重叠区，3个低点，还有这个低点，这个低点，包括这个整理区间，主力在1年到2年的时间测了7、8次这一个支撑区，后面是破的话，现在反上去它不一定会一次过，现在是把这个位置又重新破了，所以有可能这个位置也是一样，1次、2次，或者是过了，现在又3次压回来，有没有可能到时候要重新再测试，或者再压回来再重新再测试？那短线还有几个支撑，前面不是有跟大家讲过，就是这个区间有一个支撑区不能破，如果破的话，这个低点破
我个人观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就是这个上影线高位，因为它其实这一波目前整理的区间全部都是在这个上影线附近啊，就这几个低点是一直在撑，大约是26000也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区，所以目前还是一样，尽量观察以震荡为主来对待，时间整理到位，有可能未来的话还是会继续往上去突破，最后还是一样可以留我们的有土。